您是？她叫小璇，她是杨婉的双胞胎妹妹，但是很不幸，在8年前，她在一次登山的过程当中遭受了意外。杨璇老师，您为什么会一个人待在这儿啊？展会上的那些作品都是您亲自制作的吗？为什么用杨婉的名义发表啊？杨老师，您怎么了，杨老师？杨老师，杨老师，杨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杨老师，他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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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。他们2个一起去登山，迷路了。我太太崴了脚，小璇说去找路，一找，人就没回来。只在几十米的山涧下面，找到了他的遗物。事情之后，我太太就一遍又一遍地说，如果当时死的是他就好了。如果小璇还活着，他肯定能够更好地继承我岳父遗志，因为他是最出色的。自那以后，偶尔他会穿着小璇的衣服，把自己打扮成小璇的样子，躲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面致辞。等他醒了，我问他，他全然不知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干。肖先生，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于再早，你是放学派来的卧底吗？想尽各种办法来折磨我。说话呀，你哑巴了？是我先来的。头疼，你是不是也被他传染了？你怎么能跟他一起胡闹呢？杨婉是目前国内知名度很高的新锐艺术家，现在这么仓促，我去哪儿找替代品啊？不实用。这件事真的是我的责任，你不要怪他。你为什么总护着他？我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那边知道王姐受伤了，趁机把文州截胡了。你再走，去边找。感情深厚的双胞胎有着常人不能理解的心灵感应。由于妹妹的不幸去世，她被陷入不可思议的幻想当中。
甚至模仿对方的创作风格，或许是过分思念的缘故吧。我有工作要赶回去，就不陪你们过去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对艺术的热忱与执着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走了，还不快走！去吧。他迟到了3个小时，我给那边打电话，经纪人又一直搪塞，我气恼之下才下最后通牒的。谁知道他当真不来了？如果有需要，我会亲自上门道歉的。佳莹，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听说了，是他们不遵守合约在先，不能全怪你。我已经联系了人来救场了，你放心，准备去吧。这顾总也太差别对待了。小鱼，你别难过啊。汪姐，哎，王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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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王姐，都没事了。王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方权开高价劫走了文州，怎么样？替代的嘉宾找到了吗？来了。合适的明星都联系了，但是大多数档期不行，能来那几个，那照比文州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素材我已经都看了，在苏博和杨氏工作室拍的内容都可以看，也都可以用，但是缺少细心的亮点。如果文州真的转投他们节目，我估计电视台会重新考虑节目上新的事。其实汪姐最近倒是上了好几回热搜了，其实您现在热度挺高的，比文州要高。王姐，你脸上的伤和腿上的伤都没有好，我不同意这样上节目。是啊，王姐，您脸上的伤要是硬盖的话，对伤也不好。这次参展的瓷器图册给我看一下。片子我已经看了，以苏博的瓷器为主，我们还得兼顾其他博物馆的瓷器展品。选唐三彩吧，唐装拍出来也很美。就它了，不暴露任何缺陷，我也能把戏给拍了。公元1466年，明成化帝朱见深甫一即位，便册封年长其17岁的宫女万贞儿为贵妃，一时震动朝野。成化2年，万皇贵妃之子不幸夭折，紫禁城久无皇子。
成化斗彩鸡缸杯，杯外壁以湖石、牡丹与幽兰为缀，彩绘2组子母鸡图，画面率真动人，趣味盎然。相传，成化帝欣赏宋代子母鸡图时，看到母鸡与小鸡相依相偎的温馨场景，一时深受触动，亲题绝句一首：微窝夫子无昏昼，附体忽儿半息熏。养就翎毛平饮浊，为防除痔总功勋。后来，他便命工匠烧造了斗彩鸡缸杯，送给万贵妃赏玩。或许，正是这幅天伦和乐的景象，让成化帝自怀身世，忆起了那段他与万贞儿相依为命的幽静岁月。时钟转啊转，把你带到我这里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。缘分转啊转，把我带到你那里，一等等结的天。朕对贞儿的心始终如一。我叫你不听话，我叫你不听话，我叫你不听话，我叫你，你走开！我叫你不听话！小殿下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疼不疼？好了，不哭。是上天在怜悯，时钟转啊转，把你带到我这里，从此我贞儿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开始充满奇迹，缘分转。这从头到尾这么多镜头啊，他脸上完全看不出任何伤来，这怎么做到的？CG 磨皮。啊，厉害呀！我花了不少钱。哦，厉害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演员再出问题，你就自己打包走人。行，我打包。我这就给你打包点大餐，将功补罪。我不吃路边小吃。这个特别好用，你看他们现在打折呢。之前这家评分不错，带你去看。是啊。带过来了吗？
是，我知道碎成这样，修复起来很不容易的，辛苦啦。小鱼，待会儿还要开会呢，走吧，咱们赶紧吃饭去。再等一会儿，休息时间这么短，还等什么呀？走啦走啦，哎，手机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一家新的炒肉干特别好吃，我带你去。这个画面好，保持住，不要动。陶唐，我刚做了一个梦。要是能拍出来的话，一定超有意思的。不许拿艺术家编故事，不许无中生有，不许……知道了，不许挖人家的伤痛。你说过的，我都记住了。我明天去还照片，你跟我一起去，正式向人家杨老师赔礼道歉。陶瓷，有了瓷器，怎么能没有陶呢？这期就拍陶器吧。什么叫精细？先精后细，让观众把着你的脉，那叫俗套。上期我们做的是玉器，上期做的是瓷器。如果再做陶，画面重复感太强，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的节目不光讲的是文物嘛，最重要讲的是非遗。其实大家可以把思路打开，帝王将相、宫闱秘史、江南才子、民俗文化，有什么不可讲的？文物就是历史。你进博物馆不拍文物，那拍什么呀？观众也会审美疲劳。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想象力，对历史的人物多一些尊重。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会说话的文物，古戏今说传达的就是当代价值取向和思想情感嘛。就像你这样的，没准千百年后被人挖掘出来，放在博物馆里，也可以成为后人的研究对象啊。这个姿势行吗？历史小剧场反馈很好，没有歪曲历史，不丑化正面人物，拍未尝不可。话题扯远了，言归正传，这期拍苏州园林怎么样？很多博物馆都会与民间非遗团体合作，共同开发中华传统文化项目，内容与形式有很多，不局限于文物和古建。其实我们可以……哦，鱼边岛有什么高见？雨在早。陶器被否了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非遗。那个人干嘛呢？
怎么在博物馆里跳舞啊？国风舞蹈团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典舞，可是流传至今的舞蹈资料太少，中间还曾出现过断代，只能根据现存的文物、壁画、拓本、文字记载来复原。今年苏州文物展开展礼也请来了他们做舞蹈演出。他们是想从文物中复原舞蹈，你自己亲自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陆小姐，陶教授，陆小姐，这2位就是我曾经同你提起的顾总、编导袁佳映小姐，他们想亲自跟你谈谈节目的事儿。国风歌舞团飞升国际，没想到身为首席舞者的陆小姐竟然如此的年轻。顾总过奖了，你们的事情陶教授已经同我说过了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国风舞蹈团的孩子们正处于应该专心练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参加当红节目的录制，恐怕会影响他们的日常训练。陆小姐，我们的节目不是哗众取宠的娱乐节目，平时的拍摄也会根据你们的时间来安排，一切以你的意见为主。陶教授给我看过你们的节目，可以看得出制作者的用心和认真，所以我想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配合拍摄。感谢。陶陶，我刚才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歌舞伎友。啊，陆小姐，这位是编导于再早，你很喜欢的几段戏中戏都是他创作的，我早就想为你们介绍了。不必费心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不是吗，于小姐？飞宇，陶教授，很遗憾，我可能要辜负你的一番好意了。一个半途而废、对人对事都毫无责任感的人，竟然在贵公司担当重任，恕我无法信任你们，另请高明吧。陆小姐，你们有过节啊？没有啊。没。于编导，为什么陆飞宇一眨眼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？请你告诉我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啊？为什么他一见到你转身就走？没有过节。我不信。这期内容要做中华古典舞复原，他在这个领域他有奖有人气，我不想轻易放弃。这关系到整个节目组，你不能含糊其辞。我们以前一起学过跳舞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。行，既然你不肯说，从今天起这就是我的项目。小鱼，你这要让给袁编导拍啊？你是要一个人完成这期节目的编导吗？录制迫在眉睫，不能因为于再早一个人影响整个节目。这期请交给我全权负责，不论用什么手段，我一定会让陆飞宇点头参与录制。好，呼吸。手的感觉，绕圆。手位，呼吸。对了，快的啊，走，哒哒，好。
鱼在早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要理解人物比你跳舞的技巧来得重要。你要对角色捏碎再物化，用你的舞蹈的语言告诉所有人你到底是谁。你是青春烂漫的少女舞伎，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只记得动作的机器人呢？你像什么？你跳的比他好吗？啊？孙颖老师的《铜雀记》说的是郑飞鹏和魏思奴在乱世里面的爱情故事，可是你一直在彩排，我从来没有在你眼里面看到你对对手有一点点的爱意。少女爱的萌芽是打从眼里面发出来的光彩，你有吗？回去好好琢磨我到底在说什么。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就知道你在这儿呢，这么不小心，快喷点。你怎么带着药来的？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加牌，这不买点药以防万一吗？用上了。就5分钟以后，擦擦汗吧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喷了药好点没？机器人？嘿嘿。
你才是机器人。你说我，你说我，哎呀，你干嘛？给你喷药啊。这是跌打药，不是外伤药，外伤不能用的。你要害死我？哦啊！你打我？我让你打我，我给你带药，你还打我，你站住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停。我知道你们这里不是所有人都去过敦煌啊，咱们这个画就一直挂在这儿。我们也听过专家讲过敦煌飞天的要点，对不对？要形成多个 S 弯，我们的头与颈、身体与手臂，还有腿部动作都要形成多个 S 型，才能有敦煌的味道。来，你做一下刚刚那动作。缺了点什么？对，看啊，手的这个形一定要到头，这边也一样。对，胳膊肘要弯。好，头与身体的角度。好的，肩膀放下。好的，来收。大家休息一下吧，然后一会儿继续排练。是老师。太棒了！小点声！你怎么来了？杜老师，没事吧？
陆老师，没事吧？您，哎呦呦呦呦！不好意思啊，陆老师，疼不疼啊？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艺术家们呐，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伤痛。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您的表演，太精彩了！您这么执着，还坚守在舞台上，特别的敬业。哪个舞者身上没有伤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可好奇的。上我们的节目，陆老师，我别的不敢保证，我保证您一点，您的粉丝会越来越多，很多观众会越来越喜欢你们舞者，越来越关注你们这个行业，好不好？舞剧本来就没有台词，我也不需要抱怨和倾诉，舞台下观众的掌声才是对舞者最大的认可。啊，别，陆老师，挣钱方面的，陆老师，报酬方面好相应，对不对？您要多少钱？您提个价。看来他们两个之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是，我当时呢在世界各地采风巡演，常常都顾不上早早，就把他托付给了我自己的老师，就是著名的舞蹈家冯玉英老师。早早呢跳舞很有天分，也很努力，冯老师一直精心的栽培他。可是后来出了一件意外，从那以后，早早就离开了学校，再也不跳舞了。也是因为这个意外，让他跟陆飞鱼反目成仇了，是不是？淘淘，关于这件事儿，你还是亲自去问早早吧。陆老师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不会答应的，你走吧。请给我次机会，我会让你看到诚意的。抱歉。陆老师，这个叫慧慧的女孩你还记得吧？你第一次获得全国舞蹈大赛金奖，还是她上台献的花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请你别误会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听说慧慧从6岁开始学舞蹈，一直是你的忠实舞迷。可惜不久前出了意外事故。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她的父亲很早就病逝了，家庭条件不太好。可是她的腿想要恢复如初，得经过多次手术和一段漫长的康复期，这是她的家庭无法承受的。陆老师已经帮她筹集了2次手术费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带她一起上节目，我们会帮助解决孩子后期的治疗费用，直到她完全康复。陆老师，我还预备了节目的全套计划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住手！袁家莹，太阴了啊！太阴了！你们怎么什么招数都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找陆老师已经很多趟了，你们做人做事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陆老师，全国最大的文物展马上就要在这里展出了，而且咱们国风舞蹈团不是要出国演出吗？这样的热点咱们怎么能错过呢？都是非……不必再说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得到大众的关心确实能很好的帮助慧慧。但是这个条件可以跟你们谈，自然可以跟别人谈。我同意参加《非遗物语》的录制。方先生。陆老师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陆老师。别追了，没有用的。为了找到能打动陆飞鱼的人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吗？到现在这一步了，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。
秦婉，顾总，你找我？你和陆飞到底有什么矛盾？没矛盾啊。真的？我退学之后就没见过他，哪来的矛盾？你先休息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公司，陆飞也是不会同意和我们拍摄的，所以你必须离开公司。离开这一期，还是永远别回来？先放假1个月。那如果我说不呢？那你自己看着办。哦。小鱼，那个，你这么对他，是不是有点无情？我没这么说啊。我让他辞职了吗？我让他放假。大哥，咱们节目一直是2位编导，你现在让他放下工作离开，那不就是让他证明自己无能吗？那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？行，我多嘴，你当我没说。怎么问你原因你都不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哑巴了吗？说话，你说话呀！说话！你给我快说！我是来送文件的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关门！谢谢你了，曹教授。我知道你很希望我去参加节目，可是鱼再早还在，就绝不可能。一对要好的朋友为何要分道扬镳啊？难道他真的做错了什么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等你知道以后再决定是否该信任他。好停。你去跳。你私底下不是常常陪飞宇练习的吗？冯老师，我很努力的。准备好了吗？音乐，开始吧。
阿姨是冯老师的得意门生，有了她的推荐，于再早才能进入舞团。练舞非常的枯燥寂寞，可她从来都不服输，拼命的学，拼命的练，很快就把嘲笑她基础差的那些学生们都抛在了身后。我特别佩服她那股韧劲儿，和她成为了最最要好的朋友。我们约好要一起复兴古典舞，一辈子就这么跳下去。可是后来，练舞需要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，我们这一行竞争又特别激烈，年纪小的孩子很容易心态失衡。正好叶医生为了搜集心理实验数据，愿意给孩子们免费做心理疏导。等一等，陆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于再早爱上了那位心理医生？陆小姐，我想这其中有很深的误会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恐怕……我不是埋怨他谈恋爱，他瞒着我这个最好的朋友也就算了，可是他越来越离谱，连跳舞都顾不上了。一次次缺席排练，甚至重要的演出和比赛他都不来。我劝说了他多少次，他却置若罔闻。最后一次，他就因为受了点小伤，就离开了学校，永远抛弃了舞蹈，一句交代都没有就出国了。在他的眼里，我这个朋友不值一提，我视同生命的舞蹈什么都不是。你说，他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跟他合作一起去拍这个复兴汉唐舞的节目啊？他根本就不配，他不配聊艺术，他不配再碰舞蹈，他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。陆小姐，他不是。陶教授，今天很感谢你，我也该回去练舞了。快接电话呀！哎，最新的拍摄方案呢？于再早呢？穆导，顾总让于编导放假了，我一直在打电话，但他没接。我很快回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放假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这节目还拍不拍啊？这样子谁还帮得了他？我继续打。穆导，我看我有一个说服陆飞宇的计划，不过拍摄需要暂缓2天，可以吗？
3道弯。提气。来，停停停！表情呢？强调多少次了？你们的表情呢？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你们的舞姿，还有你们的台风啊，你们的表演啊！来，都回头看看，回头看看敦煌壁画。飞天是宁静祥和的神态，那个安宁祥和的神态都去哪儿了？这话可不对呀！谁说飞天校长一定要祥和和稳定啊？有时候可能会像他们一样，愁眉苦脸的。老师，怎么啦？练习又超时啦？好吧，给你们半个小时休息，让他们去吧。校长都说了，那就给你们休息半小时。谢谢校长，去吧去吧。走，快点，走。老师，您对这些孩子也太仁慈了。当年您对我们可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我当年对你们特别严苛，尤其是你，跟于再早。老师，您怎么又提起这个人了？来，翻上看看。老师，飞天的临摹图已经差不多了，您何必要长途跋涉的再赶去敦煌呀？你看，我每次去敦煌，都会有很多新的概念。这里呀，才是艺术的宝库，取之不尽。那您不是说要待2个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其实，我想问你，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，为什么于再早会离开学校，是不是？我自己长眼睛了，我看得见。老师，都说了不要再提他了。老师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其实再早不跳舞，是我的错。冯老师，早早，这位冯老师啊，也是我的老师，以后你就跟着冯老师学跳舞，好不好？再来一遍。好，慢慢。膝盖，撑腰，再直一点。头轻轻的看在这里，给我一点笑容好吗？这是多么好的苗子，聪明、懂事、有毅力。我亲眼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，把所有人远远地甩在身后。我那时候是多么的骄傲。后来我发现，他有一些不正常，
其实，他的舞蹈已经跳得非常好了。可是无论我怎么跟他讲，他都没有办法理解人的喜怒哀乐，跳不出人物的灵魂。就好像你很用心地去栽培一个苗，可是这个苗永远都不会开花。一天天的过去，我几乎都已经绝望了，直到叶医生的出现。这个是我去年拍的。老师，我不明白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他们没有谈恋爱，相反，是我在鼓励他多一点跟叶医生交往。我相信只有他才有包容和体谅他的心，把他从自己的世界慢慢拉回来，拥有舞蹈演员该有的敏感、纤细的心，这样才可以在这行有所建树。老师，您是觉得他跳得还不够好吗？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他跳得够好，可是还是不够啊。好，就算是这一切都是您安排的，可是放弃舞蹈这件事情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这一点您也没办法替他否认吧？老师，我不想再谈了。冯老师，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呢？难道您想眼睁睁看他们永远这样下去吗？他放弃跳舞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其实，你比他更有天分，只是你没有他那么吃苦，没有他对自己的狠心。你出身优渥，父母疼爱，你这一辈子没尝过苦，可能这一辈子你觉得最苦的就是练舞了吧？你呀，你的脸上永远挂着一个可爱的笑容。好听。你们跳的叫《铜雀记》，是舞伎郑飞鹏和魏思奴的爱情故事。
他们是青梅竹马，感情非常好。后来给曹操拆散了，沦落到深宫，过着一生卑微的生活。你能不能想象到，他要伺候曹操，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？痛苦，痛苦有很多不同的层面。她当时是少女，她不知道，也不理解魏斯奴对她的真实感情。而曹操呢，是一方的霸主，一个妙龄舞伎突然得到他的青睐，尽管内心怀有对竹马的眷恋，是不是还会有微妙的自得和为君赏识的雀跃？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很多次，站在这个舞台跳的不是舞蹈，是人物，有分寸，有感情，要拿捏得很准。都忘了？他是三国里面的一个武技，身份是多么的卑微。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跳得这么英勇就业。还笑。您发现陆小姐对叶医生也颇有好感，所以让于再早同她越走越近，也会让陆小姐有所感触。被暗恋的对象忽视，被最好的朋友背弃，对于她当时的年龄来说，感受到痛苦应该是理所应当的，对吧？老师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当我发现你跟再早这么好的苗子，我就决定把你们栽培成世人瞩目的艺术家，所以，我希望能激发你们的进取心。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于再早为什么会离开舞蹈学校？我本意是想帮助2个孩子，可我没想到这样的举动会刺激了另外一个人。他 A 角，你演 B 角。你去帮帮他吧。还愣在这里干嘛？去啊！不用跳了，你们从来没有搭档过。我给你们2天时间练习，练好了跳给我看。谢回一向就是你的搭档，他曾经来求过我很多次，希望能够把你换回去。可你呢？你实在是太过傲慢，小小的挫折，你就不来练舞了。所以我断然回绝了他。他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里面，可是做决定的是我，应该冲着我来。他不应该把怨恨发泄在于再早身上。在一次练习中，
再来一遍。这一切都没有人告诉过我。他们一直都跟我说，他们说再早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摔了一下呀，很快就能恢复的。我一直以为就是个意外，就是个小伤啊。谢回的父母有上门赔礼道歉，他们求了很久。于再早后来原谅他们，他们有个协定，说以后不再提这件事情，不想耽误谢回以后的前途。毕竟只是小孩的一个恶作剧，他没有伤害他的心。飞玉。看见冯老师没有？我飞到敦煌把人请回来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冯老师虽然年纪不小，跑得可真不慢。幸好我动作快，要不然啊，他今天下午又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呢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感觉你的表情有点奇怪。没有，你做的非常好，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那以后你可以把对我的期待提高。那么一点点。这么奖励我？请吃饭。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要吃贵的。行，都听你。我打算拍摄一些壁画的拓本和书画，然后请陶教授为观众介绍一下来历，讲讲关于唐代乐舞的历史故事。那你觉得可行吗？我拿到国风歌舞团的拍摄授权了。呀，小鱼你回来了。杜飞宇拒绝了别的栏目组，答应来我们的节目。现在不是乱开玩笑的时候，你自己看。大家准备起来吧。好，大家分头工作，好吧？抓紧时间准备。小谢，你过来。顾总，我成功了，可以放弃休假了吗？这可是你自己放弃的。要想再休假，我是不会批的。方案，好吧？小谢，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哦，好好补课啊！可以同意加入咱们节目啊？好的。咱们应该同
突出一些他特有的读物，从咱们的拍摄小鱼太厉害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是为了辛苦这次，我给你捏肩。哎，陆老师，您别这样，陆老师，咱们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，对不对？您看，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，我跟您在以前谈的多好呀，咱们一开始合作。好，不说这个，陆老师，这么着，我提高这个报价行不行？2成啊，不，3成。陆老师，这个我的诚心表达的足够了吧？3成啊，老师，别挂电话呀，您听我。抓紧搬过来啊！好，等会儿角度再调整一下啊。活动开了吧？好了，木导，注意脚底下啊，一定要多注意，看你的了啊。好嘞。过去。哎，木导，特写人物特写，面部表情啊。好，啊，辛苦啊。哎，没事。好，给我。那您的衣服。大家抓紧时间啊。好嘞。木导。还有几分钟啊，快点！袁佳音那边有汪姐配合陶唐拍摄文物，这里全部交给你了，没问题吧？好。就放那。什么事？试一下。陆老师，我帮你调整一下妆容吧，这边。他们请来了曾经跳过著名敦煌飞天舞剧的女主角，老中青3代一共17人，这次拜托你了。加几个鸡腿呗，没问题。有故事，有传承，方权就是方权，绝不是只是花架子。先拉过去啊。飞宇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没事的，木导。有医生吗？快叫刘医生进来。哎，好。什么时候请的医生啊？飞宇，刘医生是非常有名的针灸专家，他一定可以帮到你的。医生来了，快把妆抬过来。快看一下。这边。不着急啊。男士都回避一下。他这个腰肌劳损啊，非常的严重，有可能会导致腰间盘突出，这个针灸只能暂时缓解。他真的需要休息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再看看其他的穴位，再给他针灸一下。我知道了。别担心，没什么事儿。下午是你的读物拍摄时间，时间我会严格把控好，你相信我吗？木导，什么情况？飞宇现在要做针灸治疗，下午的拍摄时间必须要控制在1小时以内。1个小时？1小时啊？没有任何的排练时间，进场就得拍摄，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而且中间不能出错。那只能这样了。好，大家暂时休息，好吧？暂时休息。乔乔，哎，你去帮我拿点水。好。你什么时候去请的医生啊？我那天看他走路就发觉不太自然，所以这次去了敦煌，我不仅请了冯老师，还特意联络了针灸专家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哎，你好，你们的剧本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
乔乔，剧本在我包里。给，谢谢。谢谢。鱼在早，你一定要好好拍。放心吧。怎么了？国风歌舞团的编剧真是不够看，写的什么鬼东西？这是一个年轻编剧写的，也是我第一次兼任编导，你就不能通融点？陆小姐，你别误会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千百年前，敦煌遭遇大旱，连月牙泉都几乎干涸。商队遭遇沙漠盗匪，美丽的汉族姑娘月牙儿爱上了年轻的波斯商人。为什么不能是纯洁的友谊？明明没法塞爱情，非要见缝插针的塞。怎么啦？没了爱情就不会跳啦？为什么就不能歌颂爱情呢？改友谊，纯洁的、伟大的、无私的。还有这里啊，月牙儿为了帮助商队，独自引走了沙盗，自己被逼上了鸣沙山。结尾呢，有头没尾的。你就这么打发买票的观众？卡住了，改了好几次都不满意。待会儿就要拍了，那你帮我编？我编就我编。雨在早，别意气用事。结尾在精不在多，陆飞宇，15分钟我重新调整结尾，你要现场编舞，做得到吗？没问题啊，走。哎，你俩别太儿戏。我们可是请了17位敦煌飞天的专业舞蹈家，这我们赢定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懂什么呀？优势越大，越要重视敌人，越要知道顾时庸是怎么应对的，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败。那是带。
好，咔。好，大家先休息一下。走啊，走啊！郭师兄，抢人是不是？拍什么拍啊？你瞎拍什么呀？你拍什么呢？美丽的姑娘月牙儿为了帮助波斯商队，毅然将盗匪引上了鸣沙山，自己纵身跃入月牙泉，奇迹的令干涸的湖水再度充满生机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像你这样的文化素养，看不懂是很正常的。你装什么呢？你们装什么呢？顾师兄，你不会脑子秀逗了吧？啊，你真的以为你这点破5毛钱特效，再加上一个稍微有点水准的主演，你就干得过我的节目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请了17个顶尖的舞蹈艺术家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借由丝绸之路的爱情传说，为中外所有的观众彰显中国古典舞蹈之美，看到一个真正开放包容的中国。你觉得这样不好？顾总，电视台看了我们舞剧剧本，非常喜欢，说什么啊，网综上线，同步上星。一味靠回忆赚取观众的眼泪，从来都不肯用心思考，被抛弃是理所应当的。慢走不送。走吧，哎，走。你吼我干嘛？万小姐，你老板脾气也太差了。贵公司关门大吉，欢迎来我们公司啊！客串。你再走，你怎么才出来？大家都走了，坐会车走吧。哦。再走。怎么啦？脸色那么难看。我看你们这个顾总对你也不是很好嘛。你要是哪天不想做节目编导了，你就回来剧团。然后啊，你编舞，我跳舞，咱俩就一直跳下去，好不好？等你哦。走了，顾总，走了，拜拜。你再走，别恋恋不舍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晒死了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再走。雨再早，
你在干什么？冯老师，原来你一直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手机落这儿了。哦，没事，先走吧。哦，再走啊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欠了你。我一直欠了你一句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。成不了艺术家，当一个开心的舞者也不错。放弃跳舞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自私。如果你没有放弃跳舞，该有多好。冯老师，您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走吧。你来啦！所以冯老师为了当年的事，专程向你道歉呢？原来是为了那件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天气报道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下起了大雨，并且伴随着狂风啊！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正在这里，明显有要被大风吹走的感觉。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，最近的天气非常的恶劣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身后的树木被风吹得摇摇欲坠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风非常的大，所以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活动。可我觉得当新闻记者很帅气，所以干脆放弃跳舞啦。可是为什么冯老师要哭呢？你笑什么？千万不要告诉陆飞宇。你笑什么？你的面好了。好嘞。对不起，导演，这花盆底太难走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肯定能走好。好啊，那个小心一点，小心。哎，您不是在传承里演皇上那位吗？你认错人了。那你给我签名呗。臣妾听闻玉将初入龙颜。飞，出来喝酒啊？不去。那一起打球。真是个无趣的男人。怎么，我有说错吗？哎，你想想，像他这把年纪的男人，要么就去找个女朋友，要么找朋友多聚聚，整天闷在家里干什么？孵蛋吗？
但你能扶持个姑娘还是朋友啊？真是老古董。该说不说，我们顾总对朋友真的是没话说。再加点，继续说，再加点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说吧。不是，你看咱节目上映之后啊，大受好评。行了啊，奖金不会少给你。谢谢老板。大家下班了吗？你说今天可以早点走啊？于大早也走了啊？小于我还真不知道哎。你让他明天。算了。明天，算了，放弃了。淘淘，你快救我！怎么了？没有工作的日子真的好无聊啊！深夜看恐怖片，小易睡不着觉啊。不看也睡不着啊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啊！等一下，有电话。喂，顾总，怎么了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？哦，那我挂了。哎，明天上班之前，我要看到第7期的拍摄方案。不是下周一吗？我说明天就明天。好的，那我待会儿 email 给你，你等我啊。喂，淘淘，我有工作了，谢谢你陪我聊天。那你工作完早点休息啊。嗯。有工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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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工作。香，可是顾总，昨天你明明让我做方案。推翻重来 ，A 组去苏博拍文物 ，B 组去找最著名的制香大师邱泰。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下午采风，明天开拍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就出去吧。嗯。佳莹，你怎么了？师兄哥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不想一直拍文物，那拍来拍去都没有发挥。我也想多跟艺术家接触接触，看能不能挖掘出有趣的故事。我对你有其他的安排。什么安排？广告。现在连最难搞定的陆方香业集团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，你千万不要搞砸了。我信任你，才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不要让我失望了。中国人广泛使用香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，到了汉代，汉武帝命人仿造海上仙山博山制香炉。香炉之态，静如海上博山，动生万千气象。香炉初上，瀑水成洪，洪收霞开，瑞兽踏雾而来。刚才我们看过了不同朝代的香气，其中有一种是由当朝皇帝亲自设计并督造的，这就是宣德炉。据《宣德仪器图谱》记载，明宣宗朱瞻基认为，宫中陈设的鼎仪式范围比不足以配典章，所以他参考宋元民谣和古代典籍的记载，首次采用暹罗等地进献的蜂窝铜，
兼以金、银等33种贵重矿物，经历12遍的精炼制造，最终完成了3千座铜香炉。朱瞻基文武兼修，尤善书画，是一个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。由他亲自督造的这批宣德炉，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价值，因真品少有流传。目前馆藏的100余座宣德炉，多为明清仿制，其中不乏造型雅致、色泽高妙的佳作。咔。OK， 休息10分钟。还有多少？辛苦了，陶教授。陶教授，陶教授，问一下那边那组什么情况？你还不知道自己又上热搜了吧 ？OK。您和于再早的 CP 在网上很火，他为了节目热度还真是卖力。挺有意思。CP 起名了吗？要不我把链接发给您吧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小江，袁编导，尽快拍完这边的部分，我要赶去莫导那边。好。袁编导，喂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好像莫导那边出事儿了。痛快点，拍不拍？我拍不了。拍不拍？广告商点名让你来拍，你现在不拍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节目组怎么办？你到底有没有点责任感？我之前说过了，所有中插广告的内容要先经过我的允许。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我昨天晚上已经把内容发给你了，姑奶奶。穆导，您先消消气。汪姐凌晨4点才下飞机，时差都没倒过来就到现场来了，刚刚到现场才来得及看啊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好了好了，二位先别吵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袁编导，陆方集团要求在节目里加入创意中插，可汪姐身上有香水代言，她是不能拍摄同类广告的。汪姐身上有香水代言，之前没听说呀。才签的。拍我们的节目，人气又翻红了，现在红得不得了，当然有资本了，对吧？又接新广告了，新代言。不如先研究一下合约细则，看对方针对同类产品是否有排他性的条款。如果没有这方面硬性规定，那说明还可以转换，公司可以出面跟对方协商。合约就没有必要看了吧？就算没有这个条款，出于职业道德，我也拍不了。不拍就再也别拍了。好，那就撤吧。汪姐，汪姐，你别生气。穆导，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汪姐这一走，我怎么跟广告商交代呀？收工。穆导，穆导。老爷子，慢点！快点，快点！老爷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没点好走的路吧？这就是最好走的路了。小伙子，说好了跟拍找香材，这才1/3的路程啊，不行啊，小伙子。这老爷子是够气人的，你说。都说香要同源，我看他这精神头，回头我也买支香吧。买什么香啊？你给我烧香得了。走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给我等着！扶一下，快！于队长，你给我等着！加把劲儿，
前面马上就到了。你都快点！小心脚下啊！还行吗？来，加上。看你啊！啊！快跟上！走。取材天然，香味才能纯正啊。小鱼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玄参。不简单啊！小鱼，够了。辛苦了，邱老。来，大家收工。喝口水。好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别的走了。你啊，得学会适当的引导下被采访者，不然咱们这老头子带的漫山遍野的跑，跟徒步穿越一样。你这样的人还得过摄影奖，是那届评委有问题，还是你现在已经不行了？走了，谢谢啊。净料，对选用的香材进行清洁。磨粉，将香材打磨成香粉。筛粉，筛子重新过滤，取用纯净无杂质的香粉末。配伍，对香粉进行称重配比。传统香料配伍有君臣佐使之分。调香师会根据香的用途和香型来选择不同香材的比例。和料，古人制香讲究顺应天时，和料的过程往往会具体到日期、时辰与节气。醒料，根据香料的不同，给予不同时间的发酵。呀，你们回来了！听说邱老师业内很有地位的制香大师，要想预定他亲手制作的香，排队都得排到明年了。他工作室怎么样？人好不好？于编导，这签个字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啊？啊？没事啊，没事。哦，袁编导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拍摄顺利吗？不提了，还是你们轻松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接 B 组。是我们跋山涉水的腿都跑细了，是挺轻松的。于编导之前是学新闻的，现在做节目编导，是很有创意，但缺乏经验。顾总呢是照顾你们，哪容易出故事就让你们去哪，你不知道吗？博物馆的拍摄出问题了？怎么你盼着我出问题啊？让你失望了，我的拍摄很顺利。哦，袁佳音，你再走，来办公室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还是搞砸了。那边非常生气，扬言要撤广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顾总，我追到汪姐住处，劝了她一整天，她还是不肯拍这个中插。我也没想到消息传那么快，广告商那边已经知道了。自然有人从中作梗，
毕竟中差只是第一步，全程冠名5000万，你说方钱动心不动心啊？又是他们，要不是你县长出事儿，他们怎么会有机会？你还想说什么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我再去想办法。你别去了，于大早，你和汪姐走得近，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处理。但我是 B 组的编导，可你也是传真节目组的编导，从明天开始你们2组对调，谢瑶去帮你的忙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得到迅速的解决。顾总，出去吧。哦。于大早，我会再找顾总商量，把我们换回来。无所谓。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汪姐现在坚持不肯拍中差，木岛一气之下也走了，到现在还联系不上呢。广告商那边我们也不能开嘴，他们已经从邱老处拿到了相方授权，很快就会联合苏泊文创开发古法香薰品牌，推出一系列新的产品。这个广告要是拍不成，我们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冠名费。所以呢，这些跟我毫无关系，我只需要拍好节目。不知所谓，我看你能输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。于编导，你都喝了1壶水了，你还要再等啊？汪姐不接我电话，但她不可能不回来啊。汪姐她早算准了你会这样做。我才不会给任何人动摇我的机会。告诉于再造我去度假了，地点未知，周期未定。拜。汪姐她就是这么说的。木岛第106次呼叫还是我，明早请准时到达摄影棚，收到请回复哦。果然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啊！我做晚饭的时候替你带了一份，如果你还没有吃饭的话，谢谢陶教授，最喜欢你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怎么弄了那么多香料啊？我要是明天之前拿不出让他们满意的方案，他们很可能会撤资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些都带回来了。但是闻的太多了，鼻子都不好用了。试试这个。市场上有很多以人工种植的香草为原料，或者利用化学香精制成的香薰产品，根本不会有这种天然古法制香的独特味道。挽留花开时刹那的芬芳，就是它的卖点。怎么样？我的手腕上湿的太多，已经闻不出原味了。还是檀香最适合你，那么沉静温柔。抹太多了。哦。这是迷乌香，也是根据迷乌香方改良的。所谓迷乌香是一种香草，
传说曹操喜欢把这种香藏在衣袖当中，它与白芷原始香气很接近，改良后更为隽永清新。你试试。哎，这么晚了你还没走啊？还在研究明天的广告方案。于再早，汪姐你劝回来了没有？他飞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木导会准时到片场。那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他的电话都被你打爆了，他现在已经神经衰弱了。他现在跟我说，他无法再听到你的声音，无法忍受你的声音，让我传达给你，求你不要再打了。哦。对了，明天广告商也会在场，我希望你能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给我。听明白了吗？很晚了，都回去吧。我送你回家。你家完全是相反方向。我顺路，我送。我有车。你车不是保养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了？我在车上等你，快点。那么着急干嘛呀？赶时间回家。走了，麻烦。快点儿。赶快去吧。哦，对了，给，这是什么？送给你的礼物啊，回家再打开看。谢谢。广告商非要用汪希宁吗？换别人行不行？顾总，顾总，麻烦你小心点开车可以吗？我的性命很珍贵。广告商指定要汪希宁，如果他不拍，这件事情没办法收场。可他已经上飞机了。距离明天早上的拍摄还有时间，在这之前，请你拿出完善的拍摄方案，不然我割下心来是干什么的？对了，我顺便提醒你一句，送你只是顺路，不要自作多情。下车。这还没到我家呀。我临时有事啊。顾总，你是生理期还是更年期？这么喜怒无常。如果你这样对待客户的话，公司很容易倒闭哎。我不想送了，下车。又怎么了？给。顾总，生理期太痛要吃止疼片啊！你看你都痛得语无伦次了。于再早，你。
468。穆导好，兄弟们辛苦啊！穆导好，穆导好，穆导好，穆导。摩西，您来了吗？于在早呢？也没来呢。昨天晚上不是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吗？我看他们呀聊得还挺高兴的，没准还能有什么转机呢。这群人啊，都辣椒似的，一个比一个辣。走。顾总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陶教授我认识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还得感谢人陶教授呢。咱们那个古法系列的那个香薰包装，国际上拿奖的，是人家陶教授给我们介绍的。哎呀，我一直觉得您特别有学识，没想到您还那么上镜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多少小女孩喜欢你啊！我侄女知道我今天要来，就跟我说一定得要张签名照带回去。丽丽姐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现在网上支持率特别高。对了，那个节目还有个轻装小妹，一个晚上就把个素人捧红了。你说这个节目多厉害？丽丽姐，谢谢。我们坐着聊。来，快坐。女主角没来啊？丽丽姐，汪希宁身上已经有竞争公司的香水代言，这次拍摄恐怕无法胜任了。哎，不过我准备了一些其他女明星的资料，您看一下，您喜欢哪个挑哪个，今天一定能来。顾总，你今天约我来，我以为你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。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拿我开玩笑吗？你觉得我早知道这样，我今天有必要来吗？如今，丽丽姐，你。丽丽姐，你们为什么选择汪希宁？是因为她有知性气质。离婚案不但没有破坏她的人气，反而帮她树立了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，与你们的目标定位群体是一致的。更重要的理由是，传承有口碑又正当红，可以为你们新产品推广带来正面效应。一个节目人气和流量是第一位的，为什么因为小小的问题就放弃合作呢？陶教授，真的要找流量女明星，我这里都是，我自己可以找，我有必要找他们找吗？都是朋友。你说我们拍中差，其实就是想试个水，看看大家合作愉不愉快。我们公司想怎么样，是想跟全程的，要冠名赞助。你现在搞成这样，让我怎么跟公司交代呀？我都不想说。人家方总那儿也是拍了样片的，亲自到我办公室，把东西放到我办公桌上，看看人家的诚意，比一下你呢，顾总，有意思吗？这样，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中差真没办法。我还约了人啊，我先走。喂，丽丽姐，丽丽姐，顾总，顾总，这位是丽丽姐。丽丽姐您好，他们送的是创意广告中差，左右不过30秒，能超过1分钟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以将第7期节目单独拿出来给您拍广告，不少于10分钟。于在早。这谁啊？啊，这是我们的 PD 于在早。他说话算数吗？可以。算是吧。你说话我还挺爱听的，我向您保证，肯定让你买。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。当然了，我也不会强压你们，是吧？10分钟就有点太过分了，只要能保证我3分钟，我可以不在乎女主角，这样至少我跟公司有个交代。中差可以继续拍，咱们的冠名植入还可以继续聊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还忘说了，邱老虽然把香方的授权给了我们，但是他一直觉得这种商业的东西特别怕影响他之前这种古香的口碑，所以我就答应他今天让他到现场来看一下大家的拍摄，这样他能放心嘛，是吧？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那人快到了，我出去接一下啊。于在早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么苛刻的条件你都能答应？
不是顾总您说完得成就发奖金，完不成就滚蛋吗？我每次让你滚蛋，你有真的滚吗？来，你给我滚一个，滚！哎，好了，你既然把编导的权利交给了他，就该给他足够的信任。我宁可失去这个广告，我也不能让他胡来。如果我们的节目变成广告宣传片，金星树的口碑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难道你会不知道吗？你不清楚吗？你能做到吗？我相信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公司的资源你随意调配，但是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完不成就滚蛋嘛！太冒险了，不行。冠名费5000万。 5000万，但你选的这演员也不行啊。演员哪里不行了？观众对演员感兴趣，关心剧中的人物，这个剧一定火。所以啊，国外经常有这样的剧，一拍10几年，演员陪着观众一起成长。同理，如果想让咱们这个节目变成常青树，你当然可以找些网红来增加我们的节目的热度和新鲜感，但是主场演员一定要是相对固定，否则的话，你根本培养不出来观众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情感。关于这个演员，你演，你一定可以。哎，还有这件事情是汪希宁他惹的祸，让他自己去跟丽丽去解释，跟他去交涉，行吗？可是汪姐都不在啊。 王希宁，王希宁，非得让我亲自把你揪出来是吗？王希宁，王希宁，王希宁。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呀？ 那个航班严重延误，我们就回来了。丽丽姐在哪儿啊？我得去跟她打个招呼。汪姐，丽丽姐跟邱老在闺蜜室。这边。下次换个平底鞋，高跟鞋容易崴脚。看吧。 我比你了解这个女人，好不容易重新蹿红了，怎么可能一走了之呢？她对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，比你还在意呢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丽丽姐，这是一段大明王朝的往事。永乐皇帝朱棣非常宠爱他的长孙朱瞻基，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栽培。再加上朱瞻基本人呢，仁德机敏。 文武双全，深受朝野内外的敬重，所以永乐9年就被册封为皇太子。太孙，皇太孙。当时的大明为了防止后妃干政，大多数都从民间挑选妃嫔。朱瞻基的外祖母彭承伯，对。 朱瞻基的外祖母彭承伯夫人特地挑选了一个，特地挑选了一个聪慧的女子，送入东宫，以充太孙妃之选。哎呦，这么有趣的一个故事，被你说的这么无聊。 是吧，丽丽姐？你不要说这些给丽丽姐听，你要拍出画面给她看，让她感受到那种文化的气息。我什么都不想拍，我就想拍你。哎，跟你说句话。真的？还是你好。好，各就各位啊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
仁宗张皇后，永城人也。其母彭城伯夫人，曾见孙氏女与主簿官舍，齐之。会永乐8年，太宗为皇太孙长，当择配。彭城伯夫人称孙氏女贤，乃因张皇后言于太宗，太宗娶孙氏入宫，甫10岁，即令张皇后御之。永乐8年，少女孙氏因皇太孙外祖母彭城伯夫人的引荐，得以成为皇太孙妃的备选，由太子妃张氏亲自抚养。我最讨厌这个香。快传太医，出血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快给他止血。快点，快传太医呀！快传太医，出血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小黄花，你大胆！救救饶命！给你。如今你可不气我了吧？《明史后妃传》记载，彭城伯夫人，故永城人。时入禁中，言中有贤女，遂得入宫，方10余岁。承祖命，承孝后育之。或许，正是由于孙氏在皇太孙的生母太子妃张氏膝下抚育长大，与朱瞻基朝夕相处，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，才会发生后来的一段传奇故事。依大明祖制，皇后金宝金册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。然而，孙氏在朱瞻基心目中拥有特殊的地位，她成为了大明第一位拥有金宝的贵妃。回望当年，还是皇太孙的朱瞻基爱好翰墨，长于丹青，笔下的花鸟草虫、人物山水皆是一绝。他的书斋里，除了他心爱的促织、狸奴，也曾有孙氏常伴左右，红袖添香。
谁让你在这儿入睡的？被母妃瞧见，仔细的罚你。明太祖朱元璋为免后宫干政，外戚专权，立下祖训：凡天子、亲王之后，妃、宫嫔，慎选良家女为之。皇家后妃多采自民间，最终成为定制。择妃的具体标准，嘉靖帝选婚谕旨曾载：务择其父母行止端庄，家法齐整，女子年14、15，容貌端洁，性姿纯美，言动温恭，贤终礼度者，送至京。入京后的选拔往往更为细致严苛，上千淑女之中，脱颖而出者寥寥。太子妃，陛下下诏为皇太孙选妃，今有台官奏言，称星气见魁楼，当在几何间求之，故此，陛下也主意几年胡氏。明代太孙妃采选，史书中不见详载。旧经遗事中，则留下一段皇太后采选皇后的记录，记载：凡圣上选婚，一后以2贵人陪生，中选之时，皇太后以轻纱手帕，以金玉跳脱等饰系其臂焉；若不中选，则还其年月帖子于淑女之袖，仍玉银40两，布8匹，登时送回。此祖宗常制矣。
嘛，姑娘条件不错啊，在圈子里肯定会红的。丽姐，你要真的喜欢，赶紧把人带走，分分钟能把人逼疯，正好我也不想养了。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敢跟你抢吗？我抢了你的人不得跟我急啊！差不多我也走了，那我们改天约下午茶。好啊，我先走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到邱老那儿去打个招呼。走了，妹妹，跟我吧。他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原来20秒的中差，快被你拍成部电影了，他还敢不满意吗？怎么，要不要我把整个公司送给他呀？谈妥了。王姐，你刚才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答应把谭明伦介绍给他，为他们拍一组封面。那个国际巨星，那他可赚大了。所以你们以为我消失这2天干什么去了？我把我能用的人际关系资源都给用上了。不过我认为，他最终签约的原因，还是因为这条广告拍得好。淘淘呢？哦，后台卸妆呢，每次都拉他来救场，脸色可难看了。脸色可难看了，他还帮你啊？你不要再说了。你们对相艺一点都不严肃，不尊重。你这是胡搞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同意这样的宣传，不同意这样的广告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邱老。这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我和邱老沟通过这件事儿，他坚持的认为这种娱乐广告是对传统相艺文化的解构，直言非常不喜欢这种形式。尸骨不化，丽丽姐那边怎么说呀？这段戏中戏本来就是他主动要求拍的，但同时呢，他又不愿意得罪邱老，影响他们日后的合作。据我所知，现在2边都在打太极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那这节目接下来拍还是不拍？你就有这么大的狗脾气，何况邱老是个坚持自我的艺术家呢，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？我有耐心，我可以有耐心，但这片子得送审啊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我那边拍的好好的，邱老突然说他不拍了，他要退出这期节目。你们别着急，我再去跟邱老谈谈，现在就去。拜托了，阿迅，马上联系一下其他的相艺大师，看看谁能来参加这期节目。我先去找丽姐谈一谈。散会吧。鱼再早，你就这么解决问题的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组都在那空等着？佳音，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该想办法去解决。现在互相埋怨，根本毫无意义。还能怎么解决？我只能补拍点别的画面。希望能顺利过关吧。鱼再早。我知道你为了赢得这次广告，通宵做计划，实际上你拍的也非常的好，客户也非常的满意。这其实是老艺术家的坚持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。精选高山上天然野生玫瑰，还原千载古法制作工艺，让您的肌肤表面莹润富有光泽，
雨后香气馥郁，尽依经久不散。尽采灵芬古方玫瑰香氛沐浴露。美不美？秋桃，这广告美不美？你干嘛呀，秋桃？这么漂亮的模特您都不满意啊？这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一线模特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要是不满意没关系，我们换个日本模特，好不好，秋桃？个个比个恶心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哎，陶唐，你干什么？过分了啊！过分！我跟你说，你过分了啊！你这叫截胡，你懂不懂？啊，秋桃，你不要相信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武德的，他没有武德的。秋桃，咱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换一个创意啊，秋桃，咱们做人做生意总得有先来后到的吧？你什么都不要说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一直就是反对这种庸俗的推销方式。商人要挣钱，这我能理解。可是你看看他们的广告，无非就是一些轻浮的情爱呀、什么感官刺激啊、赤裸裸的洗脑广告词儿啊，要不就是什么节目啊、那游戏还有直播呀。你看艺术性就别提了，连最基本的启发思考这也给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久而久之啊，就变成这样的傻子了。陶教授，我把香方的授权给他们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欣赏和了解传统的香艺文化。我不是想把这么好的东西弄成一个哗众取宠的闹剧啊。邱老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放心吧，我们这绝对不是缺斤短两的。你再看看，这边还有。别拍那个特写了，人都走了，拍人。我们这个呀，绝对是咱们这个香料市场里面卖的最好的。停！你这镜头太晃了，我后期怎么用啊？这边再记一下，下回你进货的时候用3脚架这些是吗？来，继续给我。跟谁啊？你再看看其他的吧，很多新的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这个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，这是老顾客了。别拍了，你们拍什么呢？拍点素材呢。好玩吧？是，别拍，拍那边。就好了。哎，看爷爷怎么给你弄起来啊！
行，算了。你这样的人还得过摄影奖，是那届评委有问题，还是你现在已经不行了？你看你游的好还是爷爷游的好？好不好？哈哈哈哈。邱老就是这样说的。举办展览时，大家一窝蜂的去看，热闹看完了就这么散场，连展品都未必能看清楚。为了让观众真正喜爱我们的文物，策展人往往需要很多努力。我想这就是邱老希望你能做到的，在做广告的同时，别忘了我们做文物的初衷。也就是说，要做广告，还要兼具艺术性。是，听起来似乎很矛盾。你看，袁编导，这样没头绪的剪是不行的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再看一遍。不，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鱼再早，就是因为你。尝尝，我看看。拍了好多素材，辛苦了。拍再多素材又有什么用呢？太琐碎了，我都看过了，用处不大。除非邱老愿意回来拍摄，否则……算了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就他了。现在？啊，他说去邱老工作室，刚出发。小尹，还没有素材呢，拿什么给邱老看？你的素材呀？什么？我连粗剪都没完成呢！哎，佳怡，我送你。嗯，对了，一会儿丽丽姐来了，务必让我请你把她稳住。你说啥？老板，你慢点。老头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会重新拍摄，马上就去拍，不可以拿这种东西给他看。这个
放弃希望有什么区别？这是精简过的样片，那都是些没用的素材。邱老，邱老，我们是来送样片的。进来吧。于再早。相识从小，两小无猜，圣旨也好，命运也罢，你都不要听。你只记住一句：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既许了你，此生不变。邱老，这就是宣德炉。朱瞻基文武兼修，尤善书画，是一个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。由他亲自督造的这批宣德炉，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价值。因珍品少有流传，目前馆藏的100余座宣德炉多为明清仿制，其中不乏造型雅致、色泽高妙的佳作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香文化在进入现代后，逐步由传统手工产业迈入现代化规模生产，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制香工厂、制香基地、香叶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。传统古代制香秘方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，产出更多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大众香型。在这些地区，制香成为当地人一种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。在中国，仍有很多制香师固执地拒绝集体化、现代化的香叶生产，坚持以传统手工方式完成香料的采集与制作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从最初选材到最终成香，本身是一个人与香材、人与自然沟通的过程。制香要根据用香人的气质与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，为香气注入灵魂。这是永远无法被冰冷的现代化机器所取代的。从先秦开始，中国人就开始用香，发展到了宋代，文人雅士、闺阁女子，人人谈香爱香，也亲手制香。香可以去污秽、养心神、野情操，是雅趣，是品味，更是艺术。福建人林师傅拥有58年的制香经验，从在街边摆香摊，到拥有自己的香铺和3名学徒，一路走来很是不易。他说，会将这门吃饭的手艺一直传下去。我12岁啊就学习制香了，这就是我的命啊。宝宝，啊，跟爷爷学习制香呢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也装，把这香装在里边来。
慢点儿，看看。哎呀，宝宝做得好啊！来，咽亲口。乡艺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，但继承乡艺的人却各有不同。他们当中有普普通通的谋生者，有像邱老一样坚守本心的艺术家，还有很多隐藏在人群当中永远不被发现的老师傅。职业、艺术、生命，虽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，却是截然不同的三种选择。邱老师，我们拍的不是节目，而是人生。嗯。爷爷，刚才那段就那个梅香，您能调出来吗？邱小姐，当然了，邱老亲自调出来的香味儿非常接近纯天然的梅香，那种清幽高傲的芬芳是纯工业批量化生产永远无法复制的。你就也试一下。好不容易放了个假，回到家就在屋子里一窝，我保证在这1个月里，你跟我说话绝对没超过10句，还是。爷爷，我真的想学，现在就学，你马上教我。就那个高贵冷艳的中国香，我要送给快出国的闺蜜，那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份礼物。走嘛，爷爷，现在就要学。哎，怎么说着弄？哎呀，好，走。哎呀，你呀，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。制香，首先就是要心静。来，先把手洗洗。你闻闻。我不是要学这个啊。学制香就要从基础开始，这跟盖房子一样，只有把地基打扎实了，才能盖出你所想要的空中楼阁。好嘛，我会认真学，就从头开始学。好，看我啊！来。袁明导，你剪的素材非常好，如果没有你前期的时间投入，我们是剪不出这么好的样片。为什么？我看了无数遍素材，都找不到有价值的地方，他们那么琐碎世俗，我几乎以为。袁明导，生活不就是琐碎和世俗吗？你昨天又陪了他剪了1个晚上的片子啊？世俗。没事，挺好。什么？平时啊，让他学都不学，你看看现在。邱老，他愿意了解您的乡艺，您是否可以放下成见，也去了解一下他的事情？就拿这个，就这去征服广告商，要挨点没挨点，
要 creativity 没 creativity， 重做。您都吃了闭门羹了，还要争取啊？啊？有人送您的礼物。我赢了，怎么办？我又赢了！我赢了，怎么办？我又赢了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它拿走，拿走！扔了！扔到垃圾堆里去！你给我查，从哪儿寄过来的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算骚扰了吧？我打110，我报警！这是什么？这次文创销售的不错，设计师非常关心，所以呢送了很多新的文创过来。看啊，有文创的书桌套餐呀，好好看哦！定制的笔，做的多精致啊！你看人家书签做的啊，特精致。啊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太好看了。据说都是限量定制版。这是啥？钥匙扣。这个还成套的呢。哎呀，好可爱！你看，小鱼。我不要。怪。不感兴趣。还不如这杯果咖对我有吸引力呢。有那么好喝吗？水果味的咖啡呢，不仅可以提神，还可以激发我的灵感。我上午都喝2杯了。你看，这个到时候给你，这个给谢瑶。阿雪，哎，小阿姨呢？检疫室里闷1天了，怎么叫也不出来，午饭都没吃。这都不行，重检。袁编导，能不能歇会儿？我中午饭还没吃呢。那你去吃饭，我自己检。佳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能剪出更好的样片，现在不要打扰我。好片子不是没日没夜剪出来的，回家休息，休息好了再来。没可能啊，我能剪出更好的样片。袁编导怎么了？受打击了呗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那这么说，现在需要我的帮助喽？哎，没必要，没必要啊！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有。别剪了。我可以。袁佳莹，你再努力也追不上我，你没有希望啦！鱼在走，你给我站住！鱼在走。袁佳莹，给我快点！这种帮人的方法还真是特别。小鱼，别跑！哎呀，不是我，你没事吧？都给我住手！1个小时后，各自带第8期的拍摄方案来见我。鱼在走。下一期，最后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试。好啊，我最喜欢比试。完，小鱼上当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第1季的最后1集啊，他们俩谁赢了，谁就是传承的总编导。美食，苏州织造官府菜或者苏式传点，这些我都觉得很好啊。非遗美食遍地都有，也不必拘泥于苏帮菜。我们就做个中国非遗美食专题嘛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们可以请一些名厨复原一些古代的食谱。看，罗佩兰，我知道他复原了很多失传的古代食谱，而且他主持的美食节目一直是收视率第1，很多女性观众都是他的粉丝。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期能请到他，那就成功了。好啊，这期我们就做的轻松一些，
讲讲吴地中秋风俗，再尝尝各地的非遗美食，热闹又喜庆。不行，换主题，这期做书画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顾总，就这么定了。需要我联系罗女士吗？你认识她？她是我母亲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中秋同春节、清明、端午一样，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到了8月15这一天，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庆中秋的活动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州博物馆里的中秋味道。清人顾录在《清嘉录》中记载，中秋当日，对不起。哦，没事。那我们再来一条。好，来，再来一遍啊。那就从那边再来一下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清人顾录在《清嘉录》中记载，中秋当日，妇女们会盛装出游，通宵达旦，为之走月亮。你还好吧？昨晚没睡好，对不起，导演，可以再来一遍吗？陶教授，这样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正好我们调整一下机位。来，调整机位。没事，喝点水。陶唐，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要不下午休息吧？你不是下午约好了采访吗？啊，照旧。导演，我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好，行。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开始了。去吧。打起精神来啊！集中精力。还是从头是吧？啊，对，从这边哈。好。他没事吧？感觉不太对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中秋同春节、端午、清明一样，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到了中秋当日，全国各地会举行庆中秋的活动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州博物馆里的中秋味道。清代潘宗鼎《金陵岁时记》记载了中秋焚斗香的习俗。中秋4月陈列果实，如灵藕立式之属，扎香如宝塔形，上加纸斗，名曰斗香。文中提及的斗香，是一种特制的佛香。中国古代的人们认为，祭祀时香烟燃起，可以将人的心愿上达神灵与祖先。因此，他们将若干股香扎成宝塔的形状，加上纸斗，一使腾起的香烟更为繁盛。这一习俗在江南一带很多地区广为流传。看来这个就是斗香了。中秋月行祭月典礼，除了在案桌上摆满月饼和各色果品，女子们还要燃起斗香送文祈福。这个我知道，《红楼梦》中也有对中秋祭月的描写。月亮是属阴的，那么在古代这种仪式是不是女性专属的仪式？男性是不能参加的呢？看，没关系，陶教授，辛苦您了，要不您先，就到这儿吧。就到这儿吧。哎，这还没拍完呢。那边约的采访是几点呀？下午2点。
2点哦，那现在得过去了，不然堵车，别迟到了。快去吧。谢谢，那我们先走了。现在瞪过去了。他限你什么呀 ？OK 啊。啊？他限你什么？你天天戴个墨镜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是不是啊？他状态不对，你看不出来呀？我看得出来。我问你，他限你什么？你待会儿不就是要拍文人雅士怎么过中秋吗？是，你把人都给我放走了，我拍什么呀？我在呀，我不是人啊，我给你反串不就完了吗？你别指着我，准备去。来，你导演，我导演啊。这是博物馆，请你的音量放低一点。来，淑荣，换装好。导演，这怎么办啊？2万。真把自己当个苍蝇，看那张脸，多来点粉底，盖着。天天就拿这句胶原蛋白说事儿，没点新词儿。看看他自己都什么样了，眼神都老的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别憋着，想笑就笑出来。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，祖籍苏州，开创了董菜。他的夫君，明末4公子之一的冒辟疆，曾在尹维安一语中盛赞其厨艺，便是寻常的破藕笋蕨、鲜花野菜、狗蒿蓉菊，经他妙手烹饪，都可方止迎袭，声名远播。接下来，肉皮朝下，码入碗内，淋上用酱油、白糖、盐、鸡粉、蚝油、白胡椒粉、黄酒调成的汁。面上放葱姜、香料，上笼屉蒸至1小时左右。出锅。剪去葱姜，扣入盘中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些小青菜啊，均匀的摆在两边，尽量放的对称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啊，把做好的这些原汁淋在肉上即可。